半夜，女孩正在熟睡，身上的被子忽然被拉了下来。她本来以为是弟弟在恶作剧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卧室门开着，但床尾没有人。原来是父亲偷偷摸了进来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从头到脚扫视了下女儿，眼神看起来非常可怕。女孩感觉到了父亲的变化，吓得开始流泪。好在父亲并没有接着做什么，只是默默地走了出去。惊恐的女孩半天都没有缓过来，地狱般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今天他们一家人刚搬到这里，父亲老姜那时候看着还很正常，慈爱地叮嘱儿子小兵不要乱跑。大女儿小雨比较懂事，帮父母一起收拾东西。他也教育弟弟不要添乱，唯有二女儿小雪一直在和朋友通话，对家务毫不关心。对此姐姐也都习惯了。一箱带着十字架的东西引起了小雨的注意，那是叔叔阿浩留下来的东西。他抱着箱子本来想放到楼上，但母亲阿莲看到后阻止了他。阿莲恨死了这个小叔子，这些东西他恨不得当垃圾扔掉。没办法，小雨只好放到了地下室。夜里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，熟睡的小雪被弄醒，父亲做了一些奇怪的举动。早上小雪坐在餐桌前，阴沉着脸，显然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。小雨过来问母亲早安，但阿莲只是默默地切着菜，并没有回应女儿。小雨感觉有点奇怪，就问妹妹뭐 화났어? 아 몰라 말 시키지 마. 오늘 기분 더러우니까. 小雨纳闷地嘟哝起来，大早上的这都是怎么了？老姜也来到了餐桌上，像往常一样开心地和家人打招呼。现在小雪感觉父亲是道貌岸然的禽兽，想起昨晚父亲的样子，她只觉得一阵阵恶心，没有吃饭，站起来就离开了餐桌。老姜的表情看起来也很困惑，姐姐以为小雪只是心情不好，让父亲不用担心。他们几个正常的吃完了饭，又到了晚上，小雨正在洗澡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开门走进了浴室。她问了句是谁，但外面没有人回应，玻璃上也都是水汽，看不见外面。原来是小雪走了进来，小雨吓了一跳，就说了她两句，但小雪的表情看着很奇怪，接着说出来的话更诡异。她埋怨父母像牲口一样生这么多孩子，全家人都像垃圾一样应该被清理掉。小雨没想到妹妹会说这么恶毒的话，一时间惊得愣在了那里。 그냥 죽여버리라고. 小雨被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小雪带着诡异的笑转身走了出去。小雨从浴室出来，敲开妹妹的卧室，问她刚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。小雪看着也是一头雾水，她说自己刚一直在卧室里看书。疑惑的小雨还想接着往下说，小雪却一把将她拉进了房间，接着就把昨天半夜父亲拉她被子的事说了出来。小雨以为妹妹是做了梦，但小雪十分肯定那不是梦境。两人正说着，父亲推开了门，姐妹俩回头吓了一跳。父亲质问两人为什么说他坏话。쌍년들 내가 니들 어떻게 키웠는데. 父亲不再说话，从旁边拿起了一个美工刀。姐妹俩看到后更加惊恐起来。父亲拿着美工刀推出刀片，朝两姐妹走了过来。 小雪跑过来查看被摔晕的姐姐，父亲一言不发地朝她走了过来。惊恐的小雪跑下楼，躲到了厨房的柜子后面。老姜不慌不忙地走到杂物间，拿了把锤子，接着找小雪。这时候，小雨慢慢醒了过来，她艰难地爬起来，开始呼喊小雪。刚没喊两声，就感觉一阵杀气，回头一看，父亲拿着锤子出现在身后。父亲举起锤子，照着小雨就砸。小雨躲避，摔倒在地上。 父亲上前准备接着砸的时候，小雪跑出来喊住了父亲。현주야, 선우야, 무슨 일이야? 楼下居然又传来父亲的声音。楼上这个父亲听到后，扔下锤子，走进了旁边房间。 这时，楼下的父亲从楼梯走了上来，姐妹俩吓得抱在了一起。
父亲不明白两人为啥这个反应，等他发现地上有个锤子，门上还有被砸的痕迹时，反而以为是两姐妹打架了。小兵也被他们吵醒，迷迷糊糊地从卧室走了出来。这时候地上的锤子被人捡了起来，老姜回头看，原来是老婆也上来了。阿莲一声不吭地走到他面前， 망치는 왜? 여보! 阿莲拿着锤子，每下都往头上招呼。老姜吓得摔在地上，喊他住手。阿莲确实不再砸老姜，转头将女儿当成了目标。阿莲没有再接着动手，看着地上狼狈的几个人，非常诡异地笑了一下，然后转身朝旁边走去。地上的碎玻璃刺穿了他的脚，但他毫无反应，好像一点都不疼。阿莲走进小雨的卧室，然后关上了门。 아니 뭐 하는 거야 이 밤중에? 这下换成老姜震惊了，怎么回事？楼下怎么又上来一个阿莲？那刚才走进旁边房间的是谁？他挣扎着站起来过去查看，房间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人都没看到。诡异的事接连发生，大家开始明白房间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小雨这时候想到了他的叔叔阿浩，阿浩是一名出色的神父，平时都是他给新的神父上课。 这天下课后，他接到了小雨的电话。小雨把这2天发生的事说了一下，但听阿浩的意思，好像不太想来。老姜从女儿手里要过电话，又说了几句。阿浩很是为难，就说要考虑下。他并不是不关心哥哥家的安危，而是因为前段时间一次驱魔的失败，一个女孩被恶灵侵占了身体。就在他驱魔进行到关键步骤时，女孩的母亲冲进来打扰了他。床上的女孩趁机挣脱了绳索。等阿浩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 那女孩坐到了窗台上。后来他才发现，女孩的母亲也有问题，她是故意冲进来打断了驱魔。那女孩最后挣脱阿浩的手，掉到了下面的铁栅栏上。这件事给阿浩留下了很大的阴影，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。 左邻右舍都说是阿浩害死了女孩，就是因为这件事，老姜才搬了家。所以小雨搬叔叔东西的时候，阿莲才会那么生气。老姜等了1天不见弟弟过来，也是感到有点失望。阿莲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拉着行李要走，孩子们都在劝。就在这时候，阿浩出现在了门口。他一来就感觉到了房子里有东西，这东西能伪装成任何人的模样。为了不给恶灵可乘之机，他建议大家晚上都睡在一个房间。 半夜，小兵醒了，想去厕所，姐姐们都熟睡着觉不醒，小家伙只好爬起来自己去。小兵刚离开，一个相同模样的男孩走了过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把餐刀。他慢慢地走到阿浩身边，但这个小兵只是这样比划了几下，并没有真的下手。随后他就离开了房间。小兵离开后，阿浩睁开了眼。 似乎是在假睡，刚发生的事他全都知道。果然，第2天他开始让大家看录像。昨晚他偷偷的在房间装了监控，这段拍到的诡异录像，他也发了一份给自己的老师。老师看到录像后，决定亲自出马。阿浩就让小雨去把他留下的那些驱魔的东西拿来。小雨看着有点呆滞，不想动。旁边妹妹小雪就自告奋勇说她一会儿去拿。阿浩把哥哥叫出去说悄悄话，他告诉老姜屋里的小雨是假的。 刚早饭时，他在水里加了圣水，饭桌上只有小雨露出了异样，没有喝那些水。阿浩嘱咐哥哥一定要看好小雨，不要让他出门逃跑。他自己一会儿需要去接老师。傍晚，阿浩去接老师，小雪到地下室来拿叔叔的东西。他在一堆纸箱里翻找的时候，身后锅炉的铁门忽然自己开了，头顶的灯也开始闪烁。小雪害怕起来，灯闪了几下后就熄灭了。他赶紧拿出手机照明，想看看锅炉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。 身后却传来姐姐喊她的名字，小雪战战兢兢地转身，只看到一个木马在自己动。 현주야.「因为要赶车回家过年，后面没时间写了，只能简单说下结尾。抱歉。」阿浩接到老师，开始往回赶，但路上遭遇了成群的乌鸦。这乌鸦是恶灵的障眼法，
只有阿浩自己能看到。阿浩开车受影响出了车祸，一车人都受了重伤，他自己艰难地从车里爬了出来。家里老姜把小雨绑了起来，告诉妻子现在小雨就是那个恶灵。不一会儿，浑身是伤的阿浩赶到了家，把出车祸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师重伤，现在只能他来驱魔。床上的小雨苦苦求饶，说自己不是恶魔，但大家都不相信。驱魔的过程中，小雨被打得遍体鳞伤。阿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想阻止。歇斯底里的老姜把他一下摔在墙上，看着眼前支离破碎的一家人，阿浩诡异地笑了起来。原来这阿浩才是恶灵伪装的。救援人员在车里没发现司机，然后在周围搜索，终于在一个土坡后找到了晕倒的阿浩。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没人发现小雪不见了。老二在家里就是这么没有存在感。就在恶灵把阿浩想对老姜下手的时候，真正的阿浩赶了过来，念动咒语开始驱赶恶灵。恶灵在魔法攻击下暂时化为黑烟消散。兄弟俩跑到地下室，找到了躲起来的小兵。在小兵的指引下，他们才发现了锅炉里有东西。老姜打开锅炉后，看到里面只有一副残缺的骷髅。可怜的小雪就这样领了盒饭。恶灵又伪装成小雨的模样来到地下室，幸好阿浩一眼就将他识破。接着就是最后的决战。原来这恶灵就是前面害女孩跳楼的那个，可惜阿浩依然是干不过人家，兄弟俩加起来都被恶灵吊打。眼看哥哥也要命丧恶灵之手，没办法，阿浩使出了最后的绝招，那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当容器，把恶灵吸纳进去禁锢起来，然后再让哥哥把自己杀死，这样就能和恶灵同归于尽。哥哥自然是不忍心下手。就在阿浩要失控的时候，用残留的意识自己将木棍插进了胸膛，恶灵被成功消灭。阿浩也获得了内心的平静，他终于完成了使命，再也不必于自责中煎熬下去。剧中